大家下午好，欢迎参与哲学茶席线上讲座。今天的主题是台湾妖怪文学的思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简。那么这里简略的介绍哲学茶席。哲学茶席是以哲学、人文和艺文思潮探索个人社会价值的沙龙座谈系列，是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地文化互通的管道，由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云手文创基金会策划与执行。那么讲座开始之前，这里有一些温馨提醒欢迎大家把这个直播可以直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关于台湾的妖怪文学。也请大家在讲座过程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脸书直接留言。等下到发问环节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提问。那么这里首先简单而隆重的介绍今天的主讲人。今天我们邀请了台湾文学馆馆长苏硕斌馆长，苏馆长也是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著作有《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翻译作品包括《媒介文化论》《都市的社会学》等，企划非虚构创意写作《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温情生活案内》等，另著有都市传说的妖气收录于妖怪学旧将。我们另一位主讲人王嘉玲老师是台湾文学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助理，曾经策划香港文学年华、娘惹浮生20世纪初期台湾古典文学南洋旅行记、台湾鬼怪文学等等20余档特展。那么两位今天会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台湾妖怪文学的思路，其中包括魔幻昆岛与妖气都市的展览脉络。我们这里抓紧时间欢迎两位主讲人。各位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对，老师好。那我们就随时可以就是在你可以开始。好的，那非常感谢马来西亚哲学茶席的邀请。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说台湾的妖怪文学这样的概念，以及呢台湾文学馆呢就这个概念呢它所举办的2个展览。好，那我首先呢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台湾呢我们之所以会谈这个题目妖怪的题目，是因为在最近的10年，台湾有非常非常大量的文学作品都用作者的视角，然后呢他去挖掘了历史的过程，重新的把很妖怪呢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有别于过去的乡野传奇的方式呢把它重新再书写出来。所以呢也就让我们重新理解到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认为妖怪是一个古老的，是一个属于乡野的传说的，那么它不应该存在在我们这个高度的都会、高度的现代化的一个社会里头了。那所以呢也就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趣味性的存在，那所以我们重新在思考，那为什么在这10年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呢会流行妖怪的文学作品。好，那我就先我们把 PowerPoint 放到下一张。好，那请再放下一张。好，那我们在这张里面呢可以看到我刚刚提到的几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晓得妖怪它并不是我们理性社会或者是文明社会里面呢大家所共同可以随时认知到的，它并不是你我它这样的一个存在物。所以妖怪呢一般被我们归类到超自然的一个领域里面，也就是这个 supernatural 的概念当中呢，那像神、像佛、像妖跟鬼，其实呢都是我们平常所接触不到的。那在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台湾当然也不例外。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妖怪是这么一个所有社会都有的，那每一个社会怎么样注视到它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我就是要跟大家报告，台湾呢在最近10年尤其应该严格的来讲是最近的6年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跟我们传说已久的几百年的台湾的妖怪史呢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会先锁定到这个概念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在现代在都市的社会里面呢，
来谈妖怪，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谈，那就别有趣味了所以我就希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6年，台湾出现这一波非常强大的妖怪文学。那这些作者呢，他同时也扮演了学者的角色，他非常努力的去查了非常多的文献，甚至呢走到了田野里面，然后呢再根据这些考察的结果来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题材。那我们馆就是国立台湾文学馆，也很有荣幸的在这一波会被认为是后乡土或新乡土或超乡土的一个书写脉络当中呢，扮演了一个角色。那我们馆不只是办了一个魔幻昆岛的展览，同时也跟台北的 C-Lab， 就是位置台北市仁爱路的空军总部，它的旧基地呢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当代艺术的实验室，办了一个妖气都市的一个特展。这是一个文学跨越多媒体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参与当中呢，也就更多的接触到用妖怪来写文学的，用妖怪来做艺术创作的这些文学家跟艺术家，所以我们很有荣幸的来跟各位报告这个题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会锁定在妖怪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以及妖怪的都市性格。那因此呢，我们就不是用一个怀旧的角度再去想说，这个是很久远的东西，是老祖宗的东西，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会思考一下说，我们在我们今天，妖怪为什么还有必要？为什么我们谈起妖怪的时候呢，这些书还可以写出来之后呢，还可以被卖得非常好，那引起各位观众，尤其是当代的都市的观众的注意。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往下来讨论。好，那请放下一张。好，那这一波的妖怪的文学呢，我刚提到的，我们并不是只是听老祖宗在讲故事，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登记在标本实验室里面而已。我们这一波的文学呢，其实是把人类学、民俗学的手法带动出来之后呢，它把妖怪呢重新再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新鲜的，而且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情，或者是跟土地关系之间的思考。所以呢，我必须要强调说呢，说这一波我自己的定位是认为，我们在2020年代在思考妖怪的时候呢，是思考它的台湾性格，而不是古老的可能从中国来的或从遥远的地方听来的。那除了台湾之外呢，我们也思考它的当代性格，而不是已经逝去的传说。同时呢，也思考了它都市的性格，所以它不只是乡野传奇，它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会再被重新带回来到台湾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那我想我们如果从整个妖怪文学的写作史来考察的话呢，我们应该期待像日本一样，因为日本呢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妖怪学的知识系统。那这个知识系统呢，他们不只有大量的田野考察的材料，那也有非常多的思想家投入建构一个理论。那至少对我来说，我们必须要理解，台湾呢有神、妖、鬼、幽灵，然后怪、魔，那这些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被区分成位阶的？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一个理论基础跟一个研究基础可以来这样做？那所以这个是我的疑问，我也想要把这个疑问呢，那带给台湾的所有的听众以及马来西亚所有的听众。我们来想想看，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像日本一样，对他们的超自然的世界以及人的关系呢，产生一个重新思考的连结哈？那所以我们请看下一章，我跟嘉玲呢就把今天的主题呢设定为4个哈。那这些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这10年当中非常密集出现的大量的作品里面的一部分。那有几个不同的单位跟作者呢在写作，那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那请再放下一张。好，那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的茶席要跟大家介绍的4个主题，分别是我们想要问，如果我们活的是当代是都市，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妖怪？因为我们在地底下看到的都是捷运，都是电力的线路，在天空看到的都是卫星，那妖怪要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重新在当代都市里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来回答，我们不只是需要，而且呢我们更迫切的期待妖怪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什么。那第二点呢，就是那台湾的妖怪学呢，难道过去没有人在研究吗？其实是有的。
那如果研究的话呢，他们的研究脉络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说明。那这2部分呢，会由我来跟大家做报告。那第3个部分呢，我们会谈到那台湾的妖怪过去被整理出来的有哪些是比较特殊的，那可以呢当做台湾特有种的。那这些呢又如何的启发了文学的创作者，用这些妖怪的一个特质他们的性格，然后呢写出一篇一篇全新的故事。那最后呢，我跟嘉玲呢要跟大家说明，那这些妖怪文学呢，它进入到我们这10年来的台湾之后呢，我们有多少可以跟大家做启发的？那这些启发的意思呢，也就是如果当代艺术，像装置艺术、声音艺术、多媒体的艺术，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它可以加入到文学的文字一起来拓展出去，我们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有2个至少本馆就有2个展览是在做这样的尝试。那我们也希望跟大家说明说，我们是怎么样在思考，那怎么样想要捕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再进入下一章。好，那我首先要从一个概念开始，就是都市传说和 urban legend。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我用简单的一个很有趣的图。那台湾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食物，至少存在了50-60年以上。这个食物呢叫做乖乖。那这个乖乖呢，大家可以看在图片上的右上角，机器的上方呢，保健箱的右边呢可以看得到。那但是呢，这个乖乖呢，虽然存在这么久，最近10年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用途。这个用途呢，也就是如大家图片上所看到的，它在电脑、资讯、特殊机器的旁边呢，会被认为具有保庇的效果也就是我们都市里面呢，都会开始用这些高科技的器材，经常就在不该坏的地方呢，不该坏的时候呢，它就坏掉了。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传说，如果你没有放一包乖乖，告诉机器要乖乖，那机器就不会乖乖所以而且只有绿色的乖乖是有效的。那你说这些的概念是怎么来的？那当然是由人类呢把它建构起来。那我们为什么人类需要建构这些乖乖的传说，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都市的传说？我们都觉得冥冥之中人跟机器的关系，或人跟其他大自然的关系，它其实是需要调节的。那这个调节呢，我们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机制。那我就会跟大家说明，我们待会呢，我会延伸出一个概念，都市传说其实就是当代的妖怪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它并不是说妖怪是我们人类假造的，不是，而是人跟他所处的环境当中呢，就有一些关系需要弥补。这个弥补可能是因为人跟机器，或人跟大自然太远了，或者人跟大自然太近了，那就会适时的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妖怪的或传说的或特殊的物件呢，会存在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跟大自然的新关系。好，那我们就紧接着进入下面的主题。好，那就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报告的4个重点里面的第一个，当代都市我们为何会需要妖怪。好，请放下一张。好，那我自己呢是一个台北的研究者，我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说，现代的台北是一个大家图片上所看到的密密麻麻的一个都市。那这个都市里面呢，其实存在的一些不太科学的一个意义。那我想要跟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往东边往南边斜了15度角度的一个市中心。那大家在图片上所看到，大概在左边左边是一条河，河的右侧这个地方呢，会有一块城墙的旧地址。那我们请看下一张。好，那这一张呢，我们请先看右边那我要跟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右边呢，那就是台北呢，在1884年，也就是日本统治的前11年，曾经呢盖了一座城墙。那这个城墙呢，是日本人来台湾殖民之前呢所盖的，那也就是清帝国所盖的，中华的清帝国。那这个清帝国呢，在盖城墙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用正正方方的，然后呢正南正北的方向呢去盖这个城墙呢，而是要歪，这样大概在15度的角度？那其实一般后来研究的结果是因为它的背后城墙的背后有七星山，城墙的前面呢是新店溪，也就是后有山前有溪，而且呢这个溪跟山的走势呢是
偏东南15度。那所以呢，当时的县太爷就决定呢，要把城墙盖成偏15度，来应付这个风水上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叫峦头学派。好，那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是说，其实台北市这个都市里面呢，就有一些看起来是怪怪的地方。那这个怪怪的地方呢，你说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子做才是大自然比较恰当的。好，那问题就来了，大自然的恰当怎么样传递给我们？其实我们并不晓得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1884年台北市盖城墙的时候，那个刘骜这位县老爷他是怎么想象的。但是呢，他知道他就是告诉我们，隐隐约约这个城墙就是有一个力量，让他应该要往这个方向来歪斜。请放下一张。好，那所以呢，我想要来跟大家报告的是，如果我们今天呢是来谈妖怪，那我们想要从都市传说来谈起，也就是都市传说有一些力量，这个力量呢跟妖怪的力量类似。好，那现代都市怎么会有妖怪？就像我刚刚说的，都市都有都市传说，但是呢，都市传说在都市里面，难道真的是一个都市的妖怪吗？虽然不是，但是其实意义是相通的。那科学已经上天下地了，在天空有飞机有卫星，在地底有捷运有管线，妖怪到底要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在跟很多做都市传说的或者是做妖怪研究的一个学者朋友里面在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相信科学，那么这个地方不应该存在着妖怪。那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不是会容许科学呢？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就要承认，都市传说它的妖怪的职责就在于调节人跟土地、人跟自然的关系。那我待会会跟大家再报告这一点，请再往下一页。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就举几个都市传说，这个是台湾流行的，那其实在世界各地呢也蛮多类似的哈。那台湾特有的是，如果你在地上看到红包，那千万不要捡起来，那捡起来其实就有人来敲门跟你一个过去的人呢结婚。那到旅馆的门口呢，你要不要咚咚咚的敲3下？这个在全世界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敲3下是做什么？是防止里面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存在物，那要请他先回避一下。好，那午夜0点的电话呢，不要乱打，因为打出去你可能不是打到你要的电话号码，而是打到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女孩子呢，在车子里面等着男友出去修车，男朋友如果迟迟不回来，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开门去找他？这个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传说。那午夜的海边呢，有东西会爬上岸来吃人，这个是台湾彰化地方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在山边拍照的时候呢，你不要跟着一种奇怪的东西走。那这个就是红衣小女孩的原型。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些呢都是每个人生命经验里面偶尔就会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子遵守。如果你不要遵守的话呢，小心你的下场。好，那就是我下面这一段话。那如果你知道，你会照做；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其实也不会怎样，因为很少有人说你在旅馆里面没有咚咚咚的3声，你打进房门看就出现了什么样的怪生物。我想并没有哈，但是如果你记得的话，你通常会咚咚咚的敲3下哈，至少我是这样的人。好，那这些故事呢，也没有写在教科书，也没有在政府公报里面传递，那它是哪来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口耳相传。口耳相传也就是我讲，你听完之后呢，你会讲。那到底你相不相信？其实呢，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经常都会照做。那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讲说这种力量呢，它并不是一个强制的，不像法律或不像道德一样，它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规范的力量。那这个呢，我们待会就要连接到都市传说，或者我们更早要谈的妖怪，其实都是一种民俗的力量。那这个民俗的力量呢，是有力量的，只是它不强制。好，请往下一章。好，那最有名的都市传说其实是右边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呢，就是 Vanish Hitchhiker 哈，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传说故事哈。那这本书呢，在1981年被犹他大学的 Brufant 教授呢，
他采集完毕之后做了考察，写成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它里面的故事呢，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往下一章来看。好，先讲这个故事的本身哈。这个故事本身，待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搭车，然后呢搭上去以后，如果你是开车的人，你通常旁边会有个同伴。那这个同伴呢，把后座那个人载上车以后，他就会告诉你到5英里以外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长得是灰色的，然后会形容那个样子的状态。那你到那边去之后呢，回头一看说，小姐，这个地方到了，但是那个小姐已经不在车上了。所以呢，这个开车的人呢，会跟他的同伴呢会下车，然后呢敲敲门哦，那屋子里面会跑出一对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就告诉你说，你看到的人是不是长什么样子，年纪多大？然后他后来呢会跟你讲说那是我的过去已经死掉的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每年呢这个时候他都会想要回家。好，那这是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就要来考察这个 Brougham 教授他的考察。那其实这种概念呢，并不是在一个地方特定出现，它在整个美国一直都有，那甚至有更早的版本所以呢 Brougham 教授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传说，开始呢做更大规模的一个考察。那它的一个概念就是我 PowerPoint 里面所看到的，都市传说呢是 our contemporary folklore 也就是我们当代的民俗故事。那民俗故事呢，不会只有在传统的在乡间的社会，它会跟着时空的改变有新的传递的形式。那故事的内容呢，也会跟着变。好，部分整理的都市传说非常多，那大概会集中在几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公寓、商场、速食店、车站。那我们待会会看到还有汽车、电话、微波炉那这些物质。那像刚我提到的，台湾呢会东东山下，在美国其实也有。那经常呢也有一个晚上呢，跟某人萍水相逢，隔天呢就一个人在一个冰水的浴桶里面少了一颗肾脏那有人呢传说呢也跨国界的从法国传到美国，就是这个在地下水道呢都会有大鳄鱼那这些故事都警告我们有些事情可能不要做比较好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都市传说来类比妖怪，其实可能也在警告我们有些事不要做比较好。那这个事情呢到底是什么我们再往下一章来看。好，所以这个呢，也就是都市传说的一个我们讲世俗世界的一个作用力。那都市传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事呢太新了，有些事呢它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呢它让我们人际关系呢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因此你可能有些事要注意一下。好，所以都市传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都市传说我们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所以呢Brougham 教授都讲，每一个都市传说，我们一起手都是我听朋友的朋友说那也就是这是我听来的。那我听来之后呢，我觉得相当可信，因此我就加入了一个我熟悉的场景。当我听完我朋友的朋友说，再从我的嘴巴讲出去，我的朋友听我讲之后，他可能还会再往下一个地方再去加油添醋。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会觉得可以再传给我朋友的，其实都是你听了有感觉的，你听了很害怕，或你听了呢觉得实在这个太重要了，往下传下去。那在过程当中呢，就会加油添醋。那所以呢，我听我的朋友讲，经常就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呢？在萤火晚会，这个大家呢外宿的一个场合，那虚跟实呢夹杂在一起，所以听起来有几分可信，但是因为他又不需要去查证，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如果呢听完之后不会怎么样，那你不办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觉得听一听相信一下比较好，那你就会继续往下传。所以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用嘴巴讲用耳朵听再传递出去一个无形的大网络。那这个网络呢其实有微微的强制力，不是太严重。请往下一章。好，那我们就会讲说，如果 Brougham 教授呢用当代的民俗故事呢来类比的话呢，那它就跟过去的民俗呢有几分相似的，也就是这个呢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100%可以从正式官方文件里面考察出来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成分居多。但是呢，它在每个地方呢都经过了加工，经过了因地制宜，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其实非常的真实。好，那通常呢还有一点可怕，有幽默啊，因此它呢在当地的文化呢都会跟它相生相随的融入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里面。那谁最喜欢有夜宿的或有萤火晚会的年轻人呢？最喜欢听这些故事，可以拿来吓人，那又可以呢加油添醋，展现你幽默的口才，来逗女孩子开心，然后呢做一些娱乐的用途。那甚至呢也会对一些神奇的无法解释的，像有人失踪或天上掉下来一些什么东西呢，做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不是那么震惊，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不可信的笑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其实在我们都市当中呢，就扮演了过去乡野里面的民俗学里面所讲的 folkways 或 folklore 这样的一个用途。那这些呢的定义上，也就是传统的习俗，那传统的信仰，那是一些属于共同体的故事，那透过口耳世代相传。这是韦伯字典的定义。那我们请往下一章。好，那这里呢就是一个我们在社会科学里面呢对于民俗它的一个解读，也就是呢每一个社会都有对它社会成员进行约制的规范，这个规范一般我们称为 norm。那 norm 这个字呢最高位阶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如果你触犯了这个规范，那我一定把你抓去关，至少要罚钱，甚至严重的要枪毙。好，那在接下来的一层就是禁忌。禁忌的话，如果你触犯它的话呢，会有一些惩罚。那这个惩罚不一定是官方的，官方是法律。那这个惩罚呢，可能就是禁止你做什么事，来自于你的父母亲。那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出门，那或者是会断绝你的一些人际往来。好，那接下来呢是道德。道德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孝顺父母。你要是不孝顺父母，其实不会有什么惩罚，但是我们会给你道德的谴责。好，那最低的一层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妖怪或都市传说，是属于这一类的。如果你违反了它，其实你会隐隐不安，也会引起了一些人的抱怨。但老实说，在事实上会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并不是马上可以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的民俗其实是在规范我们整个社会成员，他必须有些事要做或不做，但是他又不需要用到法律来禁止。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水边，不要靠近，法律不可能禁止你，也不可能用禁忌或道德的方式来做。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民俗的传说，用口耳相传，让你讲到呢大家的毛毛的不安，所以不想去那里。那或者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被开发的过度，我们就用民俗的方式，用故事说那个地方有女巫，叫你稍微的远离。那太靠近的我们就希望远离。那如果呢那个地方完全空旷，我们就可能制造一些传说，让你可以去接近它。这个都是我们社会上常见的。请往下一页。好，所以呢我们再往来看一下，那都市传说是不是迷信？我们要讲的是不一定。那我刚刚已经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知道的话照做，忘记的话也不要紧，这就是民俗的特色。那再请往下。好，那都市传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话呢，那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请往下。好，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义，它是口耳相传的，它是故事流散的。那这个是不是迷信呢？我们要先对迷信呢有个概念。迷信呢它其实是字典上的定义，它是对神仙鬼怪的盲目信仰，它是泛指缺少科学论证基础的信仰。但是呢我们说传说或这个都市传说，它是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是不是坚定不破的？其实不会，因为我们都知道都市传说你不相信或你不听，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好。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用到 superstition 一个盲目的信仰，也就是比如说特殊宗教我们就一定要听教主的话，但是都市传说所传出来的并不会有他的信徒会跟着做。所以我们要讲都市传说其实不是一种迷信，那不是一种迷信，是可有可无的。那下一步就要来看看我们要相信它到什么程度。希望下一页。好，那下一页呢我们就会看到
有一些科学主义者会认为，都市传说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人心在作祟哈，因为妖怪或都市传说里面所讲的可怕的物事根本不会存在。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学可以更发达，我们就可以完全破解这些妖怪或都市传说哦，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反而是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其实是民俗学者我们在认定的，也就是呢，虽然有人认为妖怪在现实上不存在、不可说，但是其实是因为人类没有找到那个妖怪，无法呢用人类的智慧跟科学能力来确定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们要对他们呢有比较敬畏的一个心情哈。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介绍一下。在这个概念上呢，我们来看看日本呢，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讨论哈。那我先请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位哲学家是井上元了啊，请放下一页。那在日本的整个妖怪学的研究当中呢，最早提出了妖怪的理论的是这位哲学家。那井上这位哲学家其实他是不相信妖怪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来说，人类所看到的妖怪多半都是假的，只有一种非常少数的叫理怪，那是人类没有办法破解的谜题。那这些谜题呢，要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所以其他的部分都是假的，假的就是人在骗人。所以它书里面有一句话：若点哲学之火于各自之心灯，则从来千种万类之妖怪，一时雾消云散。所以井上元了的概念是，他相信妖怪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位民俗学者非常重要的柳田国男。好，请放下一页。那柳田国男就不接受井上元了的一个界定，他认为其实这个妖怪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人的能力还没有办法非常稳定的看到它、找到它、侦测到。所以呢，他就从一个岩手县的原野町里面的一些故事，包括日本非常有名的天狗、河童、山南这些传说，写了一本叫做《原野物语》的书，里面呢提出一个概念，说其实呢妖怪是神明掉落在地上哦，也就是神明的临落论。那这个概念呢，就认为说其实确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生物，只是它原来是神明的状态，后来呢到人类的世界里面就变成妖怪的状态。好，我们请往下一页。好，那所以我们在讲日本妖怪学的时候呢，柳田国男是一个最重要的哦，他提出来不是人的心魔，井上元了认为妖怪是人的心魔。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妖怪呢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个行为准则。那妖怪跟幽灵不一样，是日本呢已经慢慢接受的一个概念。妖怪呢，它存在在某个特殊的地方；幽灵呢，幽灵会跟着某个人走。那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的话，幽灵就跟着害怕的人一直走。他不会跟着不害怕的人走，所以妖怪不一样。妖怪呢，只要渡过那个地方，不管你害怕或不害怕，他都会来找你。所以妖怪的准则是，它有特定的时间空间。所以我们都会听到黄昏叫佛魔时刻，日本的概念，那就是因为妖怪特别喜欢在明暗交界的时候出现。那他喜欢跟人互动所以不是纠缠某个特定的人。请往下一页。好，那所以早期的妖怪呢，就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会动。那最有名的就是闵巫夫这样的一个传说，一个妖怪的原型。那这个人呢，原来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受害者，那被地主侵略死亡之后呢，他就躲在井里面，不断的丢出那个盘子那用这样来吓人。那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是古老的传说的妖怪呢，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都市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吗？不是。都市其实流动的非常的快速，以至于呢就会有新的理论呢也会在80年代出现。请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呢，这是都市年代的妖怪学就是我指的是宫田登这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说呢，过去的妖怪是在固定的地方出现，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妖怪是在一个交界的地方出现，那也是所谓的境界论。那这个境界论呢，随着我们当代社会里面这一种混杂的地方越来越多，比如说十字路口，过去的乡村里面十字路口并不多，广场过去也不多，桥梁也不多，以及我们待会会看到的科技物之后出现的电视呢，把虚的跟实的串在一起，这个也更是没有。所以呢，现在的都市里面的妖怪就会换一种新的形态出现。请放下一张。
那比较有名的呢，就是在过马路或者是在大马路当中呢，有随机杀人的原型，就是这个叫Torino Akuma。那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理由过去，可能就被他砍一刀。那我们会讲当代社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有，就是疯狂的无差别的杀人者。那这些呢，如果在以前可能就被归类为妖怪的一种。那请往下一张。那我们要特别讲的都市传说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交错的境界就是科技物。那大家看到这张图片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七夜怪谈。七夜怪谈里面呢，那女主角贞子呢，她就会从电视里面爬出来。那看了这个录影带的人都在7天之内呢会遭受到不好的遭遇。那这个科技物是什么？我们只要回到原来的脉络里面来看，它原来就是这个社会里面没有的，现在新出现，所以我们人在想用又不敢用的时候呢，最会出现很多都市传说，像汽车、电话、电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物。请放下一张。那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消失的搭车客》就是 Vanishing Hitchhiker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或者是像很有名的保姆跟他楼上的男人，就是一个女大学生去当 babysitter， 那小孩子睡着之后呢，电话会一直响起来，那响起来就会叫他说你看一下孩子。那女孩子呢就会打电话给电话公司的总机，结果查完之后告诉他电话是同一层楼的楼上打来的。那我刚提到的七夜怪谈，那所以不管是汽车或电话或者是电视，都是当代社会里面特别出现的新的。那这个呢就符合了刚刚提到的境界的概念。请往下一张。好，那在这个概念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都市传说呢，我们就把它笼统的来讲，并不是什么特定的东西一定可怕，而是一个形式的可怕。这个形式的可怕，也就是说呢，这些东西不需要有内容。那我里面提到爱伦坡的这个被偷窃的信就是这样，有一封信被偷了，但是呢被偷之后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危机，所以呢包括被偷窃的主人一个女伯爵，还有包括偷他的信的这个人，包括聘请来的侦探，都不断的在追寻说这封信到底去哪里了。最后呢信找回来了，危机解除。那信里面写什么并没有人知道，所以重要的不是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整个传递。我们是说这个很恐怖，这个一定要害怕，那它的害怕的程度呢就会传散出来。那日本古老的传说牛之手也是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牛之手的人没有人活着，因为太可怕了，所以变成牛之手很可怕，是形式上可怕，但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好，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都市传说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透过口耳相传，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害怕，那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流传的下去。所以口耳相传，而且可以被当时的人改编，而且是集体的参与，它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那这个呢就跟传统文学的概念呢不一样。我们请往下一张。好，所以呢台湾的妖怪学呢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呢在建立这样的一个系谱。那我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报告，如果我们今天知道妖怪在我们当代的都市在现代还有意义的话呢，那过去跟现在的妖怪写作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先跟大家报告，过去的台湾其实非常多。请放下一张。好，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以前呢在方志上所可以看到的记载。那在我们2010年妖怪文学流行之前，其实台湾呢谁在写妖怪的故事？其实最早呢是清代从中国来到台湾开垦或当官的这些文人，他们写出来的呢其实都会放在地方志的详议篇里面。那这个详议篇其实是一个不太负责任，为什么要说不太负责任？待会我会说明哈。那接下来有不同的层次，包括日本的殖民统治时代会介入人类学的概念，然后再来呢战后的台湾呢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呢又开始禁绝这些怪力乱神，一直到解严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又把这些原来不可以讲的东西重新再考察。请放下一张。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清代的方志里面呢会去看到这样的一只火鳄或这样的一个巨蛇。那其实呢这个都非常的夸张，夸张到科学上的解释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却被官员记下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官员其实带有一些科幻或奇幻文学的一个想象力，它并不是根据人类学的考察。那什么才是人类学的考察？事实上是在日本统治时代才开始做的。好，那我们请看下一章。
日本来台湾统治以后呢，他为了要了解台湾，所以开始出动了非常大量的人类学者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伊能嘉矩或这一位片冈岩或铃木清一郎，就开始在做考察。那日本人的文学的考察呢，也开始呢把台湾各地的传说都一五一十的记下来。他们没有看到妖怪，但是他们知道那时候的台湾人在害怕什么妖怪。所以呢，日本的文学家呢，那最有名的是佐藤春夫，他也来台湾，然后呢也听到这些传说，结果呢回去不是害怕，他把它写成一个非常唯美的鬼故事，就是《女界山奇谈》。那这些故事呢，都让我们知道日本时代的文学的写作、人类学的考察已经跟过去的清代早期的不一样，所以呢，开始又有李宪章，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大规模的去把民间文学的给收集起来。那也有人呢跟着日本人像佐藤春夫的方式在做，像徐秉丁的小封神。我们请看下一张。那接下来呢，就会来到日本统治结束以后，那原来呢，在日本时代，像徐秉丁、像李宪章所开发的这些人类学的考察或文学的写作呢，突然就终止。那因为呢，整个时间，中华民国的政府呢，都在想要跟对岸的中国大陆呢争夺正统的诠释权，所以呢，开始会把文学呢排除掉一些奇幻的元素。那时候的鬼怪呢都不能谈一直到1980年代，台湾呢这个高压统治开始松动之后呢，才开始有人大量的讲鬼故事。那最有名的就是司马中原。那司马中原之后呢，也开始会有一些民俗学者重新的去把日本人考察的50几年前的那一些人类学的资料重新再找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利用过去的资料再重新来把它变成一个文学作品。请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呢，就是我们看到90年代这个司马中原呢喜欢用这种的方式呢来吓人那这个吓人呢，这个传统呢，这个司马中原的传统是一个过去的中国式的聊斋的方式。让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张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看到的这些书那包括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那包括何敬尧，包括在王家祥、甘耀明、连明伟8代，其实都是相对年轻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既有考察，又有田野，然后文献的资料，再加上他们的大量的创作的能力，那就构成了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其实是在当代的都市的脉络底下，重新再把原来存在在古老的乡野的传奇重新带到我们今天的世界。那他们诉诸的是一个知识加文学的创作。那贩卖的对象呢，其实也主要是年轻的读者居多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想要解释的，为什么2010年之后台湾的妖怪会大量的出现，然后有新的创作的方式。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王嘉玲小姐她帮我们说明一下。好，那请先下一张。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有关于台湾妖怪的特质，那如何把台湾妖怪的特质表现在现在的妖怪文学上面。好，下一张。好，就是其实我们刚苏馆长提到，就是说其实台湾早期的妖怪都是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那我把台湾妖怪的特质有分成几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幻兽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边陲的异兽，这个部分是那时候所谓清朝的游宦文人他们来台湾之后的一个记录。那他们对于台湾其实就认为说台湾是一个瘴疠之地，然后充满了很多幻兽的鬼岛。所以比如说刚馆长有讲到的，就是像一些什么火鳄那些比较不理性的部分。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以下面的3只，就是像一角兽，它就是属于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叫做艾利利邦的上尉，他来台湾的时候，他曾经在1623年来过台湾。那时候他对台湾，他认为说有所谓的西洋的一种独角兽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一种蛇头的妖魔。那他们对于台湾的部分的话，就觉得说这都出现在一些所谓的方志的一个记录里面。他认为台湾就是有这些，比如说住在东北角的会吃人的一些妖怪。那刚苏馆长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台湾在16、17世纪的
时候的记录的，其实他们甚至可能没有真的看过那些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种比较浪漫的想象。好，下一张。那大家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那在这个大航海时期的时候，其实台湾要来台湾的部分的话，它必须要经过的黑水沟，那所以早期的妖怪很多都是跟所谓的海洋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在海洋的部分的话，就对于因为台湾的因为地理的环境的部分，就是要渡过那个黑水沟，所以就会遇到一些海上的灾难。那比如说在这边会有看到2个妖怪，一个妖怪叫做海和尚。那它其实是在很多像比如说澎湖厅志的一个记载，那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头就是长得像章鱼的头一样这样子，然后甚至会笑这样子，然后可是它其实是一种不祥的一种象征，就是会兴起滔天大浪这样子。那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一些渔民，他们有一农历11月5号的时候就称为过江日，因为他们认为说海和尚那天要过江，那最好那天不要出海，因为会遇到他，那可能就会弄翻船只。那其实这种海上妖怪的流传，其实也会跟所谓的整个东南亚海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海和尚，其实在日本他们有一个很像的妖怪叫做海房主，他也是会跟船只讨鱼，然后如果不给他也会弄翻船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边那个叫做取尿婆。那取尿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她其实是一个老妇人。那她其实她的就是有关的传说遍及到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在那种所谓的渡海的晚上，会有来了一阵狂风大雨这样子。他们都认为在船员，他们就认为会有取尿婆的出现。那他就是会对船只灌水这样子，然后就会把船弄沉。然后他们会用的方式就是类似这样，比如说要裸上身，对他用骂脏话的方式可以把他赶走这样子。那取尿婆如果用台湾的闽南语来说，就是抓里尔伯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有尿尿的意思。在18世纪，有一些古书，比如说《海岛轶事》啊，里面就有提到，它其实这种传说，甚至到比如说越南的安南，或者是像柔佛，就是马来西亚的柔佛，都会有这种传说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下一张。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海上，进到了陆地之后，台湾其实本身因为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多雨，然后多地震。那地震的部分的话，就是其实台湾这是一个台湾人面对灾难里面最大的一个恐惧这样子。那其实妖怪，刚刚馆长提到是我们对恐惧的一个面对，还有对自然环境的一个对待的方式。那像地震的部分的话，其实无论台湾的原住民或者是汉人都有同样的描述。那比如说，他们就会认为说，大家有关于像汉人就会普遍认为说，台湾的地底下有住一只很大的牛。那比如说地震就是比如说小的地震就是那个地牛在摸耳朵这样子，然后强震的话就是地牛在甩它的尾巴。然后甚至就是台湾因为大概平均30年就会有个地震，然后甚至就是在20世纪初期的台湾的一个梅山大地震的时候，他们甚至说在民俗台湾的记载说他们有看到牛的尾巴出现在地裂的地方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汉人的部分，那像原住民的部分，他们也认为说里面有一只牛也是住在的底下，然后是因为比如说可能有蜜蜂去蛰到它，然后它就会翻身这样子。然后各地的话就是有这种所谓的定期要有打地牛、赶地牛，或者甚至模仿地牛的叫声来安抚这种地震的一个恐惧这样子。好，然后下一章。那其实刚刚讲到的是有关地震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第二个比较大家会恐惧的就是风灾的部分，因为台湾位于一个所谓的台风地震带。那台湾的话，强风里面的话，其实在原著里面，他们有蛮多有关于跟风有关的一个传说。那风的话，就是台湾依照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记录，其实是在《生番传说集》里面有关八仔族对风婆的传说。他认为就是山上有住了一个类似像大家可以看到长得像旁边那个就是一个老妇人，然后头上有一个瘤，因为他的瘤是一个伤口。
那他必须要常常去晒太阳，然后他就必须要离开一个他居住的洞穴。那他那个洞穴其实就是一个强风会灌入的地方。然后有一次他就离开了太久了，所以他忘了他那个风口就变得风一直吹进来，然后大家就很不舒服。然后所以原住民的勇士就去山上找到的这个所谓的风婆，把他杀死之后，然后把那个洞口补起来之后，风才变小。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这个意象，其实就是有多也不行，少也不行。所以他们原住民或者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们会找到一种如何跟风相处的方式。然后台湾第二种风就是比较特别，就是焚风。因为台湾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台湾的地形的话，它是一个中央山脉，然后它就是风吹的时候的背风面的话，其实它会产生一种焚风。那在台湾的焚风，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妖怪，他们叫做麒麟居，就是会产生一种五彩的热风的概念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这个自然灾害部分的话，就是再来就是台风之后就会带来的所谓的暴雨这样子。那台湾在夏天里面就会蛮多暴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因为暴雨里面就会造成溪水暴涨，然后台湾的河水是又短然后又急，所以其实暴涨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生命上的危险这样子。那我们台湾早期就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水鬼，就是因为溺毙而产生的一些希望大家可以离开河川附近的一个告诫的一个危险，那衍生出水鬼抓交替的一种传说。那所谓的抓交替就是说水鬼他必须要在底下，然后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替身，他才能够代替他在水里面，然后他才能够去投胎。那通常就是水鬼为了要让可以抓到的就是找到交替，他就会化身成比如说莲花啊或者是螃蟹，吸引别人这样子，然后掉到水里面，然后才能够找到了交替这样子。那可是其实我们台湾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传说是水鬼他在水里面待蛮久的，然后因为其实他有放过很多人，他是因为心生善良，所以他就在里面就放过很多人，然后就默默在那个冰冷的水面待了3年。那上天知道之后，就升他为城隍，就是让他变成神。所以就是从这个传说里面可以知道说，台湾的一个民俗的部分，或者是一些信仰部分，认为是鬼跟神之间其实是会流动的。所以台湾早期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水鬼，它会变成阴庙，然后甚至所谓变成神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台湾的作家，其实像甘耀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本就是《水鬼学校与失去妈妈的水獭》。他其实因为甘耀明他本身是客家人，他是住在苗栗斯坦的客家人，然后他就是刚好就是所谓的在所谓的山边跟水边的一个交界处，所以他们那边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故事。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小说，叫做《水鬼学校》这样子。然后就是在描述，就是说，同学他不小心把新来的同学害死了，然后变成了水鬼，然后他为了要弥补自己的心里的罪过，所以他就把水獭当成那个小朋友来教育他，然后希望能够给他的妈妈有一个交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下一张。台湾其实本身有58%都是山林，那山林的部分，其实大家刚馆长有讲到的，就是山上是不是有被某种特别的东西带走？那种就是希望我们台湾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妖怪的部分，就是魔神啊，就是魔神仔这个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魔神仔的一个长相，就是他其实我们台湾无论是汉人或原住民都有很多跟魔神仔就是这种所谓的在山上，然后被诱拐，然后去了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的一些传说。那比如说像汉人的话，我们台湾汉人在用闽南来说话就是魔神啊，然后客家人他们叫王神这样子。那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妖怪，就是沙老或者是阿里阿盖这种妖怪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像年轻的作家，像邱长廷，大家可以看到中间那本《摩西纳乐园》这本书，他其实就把摩西纳他怎么在森林里面的一些嬉戏的部分，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说这样子。然后甚至阿里阿盖是一个在台湾的阿美族非常有名的故事，然后它就是有充满了神力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好，那其实这些以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是山上或者是水面，甚至海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点像是它是需要大家趋吉避凶的一个希望，大家可以离开危险的地方。好，下一张。好，那这个部分是刚刚讲到所谓跟自然有关的一个妖怪。那我们台湾其实妖怪里面还有就是它其实讲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妖怪其实它是有点像我们所谓的社会规范里面的润滑剂，就是说有些不能掌握的事件的时候，要如何能够造成一些社会的缓冲，然后协助维持社会的安稳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在所谓的社会的制约部分，就是有形就是法律，那无形就是人的内心。那妖怪它就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认为说妖怪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蛮多是比如说怎么样跟陌生人相处，还有怎么样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跟陌生人相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妖怪，一个妖怪就是所谓大家会比较知道的虎姑婆。那虎姑婆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台湾的汉人，他是从中国带来的。那虎姑婆的部分，大家我们台湾的虎姑婆，它其实是每个小孩都知道，就是你要乖乖听话，不然会被虎姑婆吃掉这样子。那它就是为什么是虎姑婆呢？就是第一个台湾没有老虎，从这个故事就会知道说这个妖怪是从中国来的。然后第二个是姑婆，就是女性的长辈，就是说就是告诫小朋友，就是说有些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就算他是好像跟你说他是长辈，然后或者是你认识的人都要小心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告诫所谓的幼小的小朋友的一个方式。那台湾的原住民里面其实后来也有很像的妖怪，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类似像比如说像熊外婆，那甚至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那一个叫做沙利库。那其实沙利库也是一样，就是小孩子不听话，然后把人放进来，然后吃掉他的手指头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台湾的在日本时期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作家，他会把这个故事把它写到他的小说里面这样子。如果比如说就是因为姐妹她是用热油把虎姑婆烫死这样子，那有像西川满的在他的书里面，他就认为说得到天上的云的帮助，然后可以帮忙逃离了虎姑婆这样子。好，那再下一页。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妖怪它在社会互动里面有一种所谓的比如说就是一种替罪羊概念。什么是替罪羊？就是说转移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罪恶的转移，然后第二个是转移内部的压力。罪恶的转移，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因为早期的小孩比较难养育，所以他就早夭了。那就是说为了第一个方式是为了要抚育失去小孩的父母的心情，所以就是说小孩是被妖怪带走了。那我们台湾早期的说法就是会把它归咎在比如说像猫鬼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就是猫鬼。那猫鬼台湾其实早期并不是很喜欢猫，因为认为猫是不祥的。那猫如果死了之后啊，必须要把它吊在树头上，不能把它埋到土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说猫它会吸取日月精华，就会变猫鬼。那猫鬼它就会对小孩子，它会吃掉小孩的灵魂跟小孩的心脏，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不祥的东西。然后如果猫它跳过了棺材，还会使人复活，这种比较可怕的说法。那所以就是说当小孩过世之后，他们就认为说小孩被带走就被猫鬼带走，所以这种是一种可以疏解心理压力的方式。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社会就是比如说在社会群体里面有一些比较混乱的没办法处理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替罪羊的概念。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妖怪，那个妖怪叫做在佐藤春夫的书里面他有记载过，叫做魔鸟。然后它是一只叫做所谓祸福鸟的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只很可爱的鸟。其实听说养魔鸟的人，他其实晚上会把这个鸟放出去，会去害人。然后所以就是
如果在家里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说泰雅族他们发现你家里面有养的这种看起来就是白色的鸟，然后红色的脚的这种鸟，表示说你养了魔鸟，就是你就是驱使那种魔物的人，所以你就是会被整个会就是被部落所驱赶的概念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替罪的概念，就是说把不想要的人就给他按一个罪名，然后把他赶走这样子。好，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在扫地的那个这个妖怪呢，叫做金妹。金妹呢，其实叫做台语的话叫金钗，就是她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就是说她也是一个，她本来是一个女仆，然后后来被害死了，然后可是她死掉的主人就跟她算是跟她交换说，你还是继续为我做事，然后呢，我每年会给你一个算是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让你吃掉它作为代价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如说金妹杀人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右边那本书叫做《金妹杀人魔术》。那台湾的作家萧湘腾他们就把金妹杀人这件事情，把它写成一个推理小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在2010年之后，有很多作家的取材，他会从传统的民俗里面去找一些故事，然后把它写成现在的创作这样子。好，下一章。好，那其实台湾有面比较特别的，就是可能应该这也算是中国就是整个华人世界蛮相似的。也许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回应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蛮想知道马来西亚是不是有类似像这样我们刚刚提过的那些鬼怪的一些相似的部分这样子。那台湾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就是女鬼的传说。那台湾女鬼传说主要是因为跟重男轻女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女性一定要一定是依附在男生部分，她必须要结婚，她才会有香火，然后才会被人家祭祀。那如果没有被祭祀的话，就会变孤魂野鬼这样子。那因为女性在传统的社会也是比较弱势的，就常被欺负，然后或者是说她比如说比如说守寡，或者是被离异之后，她就没有谋生能力，然后就很容易就受到一些欺凌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要介绍台湾最重要的2个女鬼这样子。第一个女鬼叫做林头姐，然后第二个女鬼就是陈守娘。那林头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她就拿着一个伞的部分，就是她其实是她相传是台南蛮重要的一个女鬼，她就是是一个负心的故事。她原本是一个寡妇，然后后来就是她认识了一个男子这样子，然后把他的钱骗光之后，然后就去了泉州之后，然后就渺无讯息这样，然后他的小孩死了之后，他就含恨而死这样子，然后上吊在那个林头树，就台南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海边的树木叫林头树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就找了一个风水师渡海到泉州去找他那个薄情郎复仇的故事，然后这个是在台湾很多普遍的民间故事。那后来有像比如说纪雨霖，他写了《林头记》，他就以这种所谓的复仇故事跟土地正义的故事结合起来，然后写成那个现在大家看到《林头记》这个故事这样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陈守娘。那陈守娘这个人确有其人，因为林头姐大家还算是就是所谓的传说，然后陈守娘是在台湾，而且还有在台南是有她的所谓的神主位的位置这样子，在台湾文学馆附近的孔庙里面。那陈守娘也是在所谓的海因斯的记载里面，她是被婆婆所欺凌，那欺凌之后就含恨而亡这样子，然后她就大闹整个台南市，在清朝大闹整个台南的市街。那后来呢，就是只好动员了神明出来跟他谈判，然后他就是后来就是那时候是观音大师帮他做主，就帮他说好，那他既然死了那么冤屈，就让他进了我们台湾就是台湾有一种所谓的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进节孝祠，就比方说他是一个节妇的意思，所以他就有进到我们台南的孔庙里面的节孝祠里面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那个守娘，就是现在台湾蛮重要的一个算是女性绘画家叫小孬，然后她以守娘为一个代表，
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算是漫画的一个部分。好，下一张。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以上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妖怪可以从所谓的人的部分、自然的部分跟所谓环境的部分所产生一些特性。那刚刚馆长有提到，就是2010年之后，台湾开始有大量的妖怪的一个写作的创作的出现。那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妖怪其实都是存在在民间。那我们后来就是台湾开始重视台湾文化之后，有一些年轻的作家开始会去考察。那我们大概可以分成2个部分，就是所谓这种当代文学的创作部分，一个叫做妖鬼的踏查的部分。那我提2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何敬尧，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本书叫做《妖怪台湾》，它是属于用比较文学考察的部分去翻阅了台湾早期的，比如说大家提到的那种方志里面的妖异的部分，然后把它记载起来，或者是人类学的日本时期的人类学的一些作家，他们对于妖怪的一些记载的部分。然后第2个部分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右边的，就是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的《微妖论》。那这本书里面的话，它是用填调的方式去记载所谓流传在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比如说刚刚提到林头节或伊阿沟的这些所谓的民间传说的一些妖怪，那还有地点这样子。好，下一页。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再来就是所谓的依照刚提到这些部分在创作的部分。那我们提到就是我这边可以介绍几本书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王家祥老师他的摩西娜，他其实摩西娜的一个说法蛮多种说法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网神、盲神。那王家祥老师他是从所谓的原住民的矮黑人，就台湾早期有一种就是原住民的在早期的叫做矮黑人的一个传说，他认为是摩西娜的的原型这样子。然后第2个部分的话就是八代他是一个台湾的卑南族的作家，他写的巫女，他是用一个小女巫的想法去写一个就是卑南族里面他们认为的一些鬼，比如说树精或者是精灵的故事这样子。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野寇索克鲁曼的东古飞沙传奇。那东古飞沙是指哪里呢？东古飞沙的话就是指玉山。然后因为野寇他本身是一个布农族，那他写的就是布农族的传说，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就是讲，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有很多传说的妖怪的传说是跟大洪水有关系，比如说他们认为说台湾早期就是一条蛇堵住了河川，然后水就暴涨了，然后所有人都逃到那个玉山的山上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只剩下东古飞沙，就是玉山，它这个部分有路在山头，然后大家都躲在所有的山上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勇士杀死了所有的大蟒蛇之后救了大家的故事这样子。然后甚至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布农族认为有一种鸟叫做红嘴黑鳖，就是一整只鸟是黑色的，然后只有嘴巴是红色的。然后因为它的嘴巴的红色的由来就是它去帮人类取火种，然后被烫伤了的一个故事。那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写了很像台湾的魔界的一个传说这样子。然后再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杀鬼这个部分，杀鬼是刚提到的水鬼学校的作者甘耀明的另外一部作品。那他写的其实是把台湾的历史的一个部分把它融在这个小说里面。他讲到就是比如说里面的怕，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日本的鬼魂，他怎么样受到这种所谓的在轮回里面没办法跟台湾1895年所谓的日本征战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故事。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会很多作家他们会开始去考察乡野，然后考察历史，然后考察民间，然后把他们周边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子。好，下一页。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是文学的部分。那接下来部分就是大家开始有把一些文学的部分也跟一些跨界做合作，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摩西娜的部分，它后来就是变成了台湾现在那时候在2015年很红的那个红衣小女孩的电影。那它其实就是讲摩西娜的故事。那比如说后来就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创作者，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的下面那个是角师的台湾妖怪斗阵的桌游。台湾的妖怪其实早期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就是不会像日本他们浮世绘会把妖怪的形象画出来，那很多都是出现在所谓的古籍里面的文字的介绍。那像比如说角师他们就是把它画出来，然后它甚至变成一个桌游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像在右边右侧的右上角的就是妖怪民歌论，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何敬尧妖怪台湾那个作者，他其实开始去把妖怪整理完之后，甚至把那些妖怪他发展成了手游了，就是在2018年有发展手游，然后还在这边帮每个妖怪写了一首主题曲，然后跟流行乐做结合。所以台湾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妖怪文学的大发生时期。那甚至有开始做一些跨界的合作。那右下角的部分就是大家比较知道，就是返校。那他也是讲从鬼魂的部分去讲这种所谓的追寻国族的，或者甚至追寻所谓的白色恐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关这种妖怪文学，我们在文学馆做展览之后，怎么样它跟当代艺术做结合，然后怎么跨界，然后我们在文本上的选择上是怎么样呈现的。好，下一张。好，那刚我们有提过，就是我们台湾文学馆在2018年开始进行了所谓的妖怪的文学特展的部分。那这是台湾第一次用妖怪文学的这个名称，鬼怪文学的名称去做这样的展。那其实这个展在我们那时候文学馆推出的时候，在台湾引起蛮大的轰动，因为算是第一次因为早期都认为这种所谓的怪力乱神的一个部分，并不会认为它是入流，而且甚至认为说台湾的妖怪是不是从日本来的这样子。然后后来透过我们自己整理出之后，我们发现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厚的妖怪文学。好，然后下一张。然后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啊，我们也是第一次把台湾的妖怪，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角的部分，就是我们第一次把所谓的方志或者是民间文学的部分把它画出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上角的，我们有画一个妖鬼地图，甚至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在展场里面，有呈现的，用所谓的，比如说林头姐的故事做，跟所谓的念歌是台湾的民间的那种弹唱的部分，把它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做成动画，让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跟文学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这样子。好，下一张。那我们因为办了就是昆岛就是魔幻昆岛这个展览之后，其实因为在台湾引起蛮大的轰动。那其实台湾那时候刚好也是在早期有一些就是2015年那时候红衣小女孩之后，开始有一些所谓的文学的跟跨界的结合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就是空总台湾当代艺术文化的实验室来找我们，开始需要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个合作，然后把文学跟当代艺术做个跨界。那我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他们本身就是他们在台北，那他们其实早期是一个所谓的空军总部，它是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台北的市中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可是它是一个因为它是日治时期的一个空军的，算是日治时期的一个实验室。工业实验室，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场地，然后它有点很多算是荒废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那时候在做那个展览的时候啊，其实有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妖怪，刚馆长提到说妖怪怎么样进入当代，然后怎么样进入都市的部分，然后刚好这个空间也非常适合，就是我们就会开始讲所谓的妖怪怎么样跟当代还有现代化的部分做结合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始在这个地方找了，算是有三个策展人，我是其中一个策展人，然后另外一个策展人是龚竹君老师，他是空总的代表，他们是属于艺术的，然后还有就是当代的文学创作的台北地方艺文公司的代表是肖商成，3个人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展做起来这样子。好，然后下一张。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展场的设计部分大概有分成2楼这样子。然后我们前面的部分呢，就是它会比较讲的，就是延续到就是民俗的部分。然后它讲的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会在展场的部分可以看到，比较说这种所谓如何把台湾的在传统的民俗的妖怪里面的妖怪把它具象化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角师他画的所谓的妖怪的一些形象，然后或者是妙公俊阳，他讲了，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民间画师。那他讲了大概这个，我们很多东西妖怪他是用口译的方式去讲，他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只叫做疯狗浪这样子，就是他用口语的方式去把那个疯狗浪表现，他也认为它是一种妖怪，就是萧高燕这样子。然后就是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是所谓，比如说把那个所谓的妖怪，台湾里面的妖怪具象化的张基雅小姐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第2个，我们在第1个空间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怎么样把传统的一些，比如说观落阴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传统的那种所谓就是传递妖怪的一些故事的仪式。把它表现出来，然后甚至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话，好像有一个红色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 VR 体验，我们是让大家可以有下地狱的感觉，就是说它一直下坠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体感的一个 VR 体验这样子。好，下一张。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展场的2楼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妖怪在当代呈现的部分，就是讲比较都市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会讲的跟妖怪的部分会跟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比如说其实妖怪它其实讲的蛮多是，比如说对抗就弱势怎么对抗一些什么比较所谓都市所谓的强权的部分，那甚至会有一些性别认同的部分。好，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3D 的一个环场剧场，那它是一个城市的概念，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会有各式各妖会从窗户出来，就是说其实每一个都市的角落都会有妖怪的一个意象这样子。可是它其实它的妖怪不是一个具象，而是说它比如说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它也会形成一种所谓妖怪的一种所谓的那种冲突感。好，下一张。好，那包括就是说刚刚讲到国族认同部分，像侯俊淼老师讲的卢挺，他讲的就是香港的一个认同，然后还有许志贵老师他用12生肖，他就是他的人他的那个雕塑，他说了蛮多雕塑的，他雕塑的人就是把12生肖跟人结合，那人到底是妖还是人，这个部分他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像自由军他画了台北妖怪绘卷，他其实是把那时候这个部分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就是有出了一个在列车上的一个杂交的一个故事这样子，然后一个新闻事件，他就把它画出来，就是说他觉得说这种所谓的性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种，他对人家来说是种妖，还是他们自己这种抒发这样子，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台湾文学馆，那我们要怎么样？就在这个展里面，它虽然说，很大一个部分是当代艺术的所有实验性的一个创作，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文本走进来这个所谓的鬼怪的一个跨界结合？那我们当初讨论的时候，总共就选了4个文本，就是那4个文本，一个是拔代的巫女。然后再来就是甘耀明的水鬼学校，然后还有佐藤春夫的女界善奇谈，然后第4个就是北地义的说妖。那为什么选择这4个呢？它其实是有4个不同的层面，就是分别代表的是原住民、客家，然后像刚馆长提到的女界善奇谈的佐藤春夫，他就是日本时期。他算是第一个把台湾的所有的鬼怪的一个传说，把它写成是一个奇丽的一种歌德小说风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日本时期的作家，选择了他。然后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的说妖，他是现在我们当代就是非常积极在创作
这种鬼怪文学的踏查，或是鬼怪文学的一个在创作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同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选了这4个作品这样子。那我先讲所谓的八代的巫女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用把八代的巫女里面的一个小说呢，就是把它重现这样。因为八代的巫女它是讲的是卑南族的大869的山上的一个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小女巫成巫的故事。然后呢，其实我们找到一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他在山林后有一个力量，然后他其实在讲，就是说其实树它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也有灵。那树他们会，比如说大家知道树他们要有不同的，在森林里面会有不同的讲解，他们其实是有经过开会的。然后甚至就是说，然后他是透过一个小女巫的成巫的故事，他会飞天遁地，他会从高雄飞到了台东，然后甚至飞到山上跟他们参与这些所谓的讨论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展场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把巫女的那个大869的山脉把它做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小山坡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透过穿过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2个，就是在左边的部分，左边的图片有2个雕塑是许志贵老师的作品，甚至他的屋顶上我们就放了，比如说像老师的作品，像大蜘蛛人的部分，他其实就是在讲所谓的山上的一些特别的那个所谓的机灵的一个呈现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大家可以坐在上面可以看的一部屋形的影片，等一下会给大家观看这样子。大家进入展场的时候必须要经过那2个门神，低头走进去，然后穿过一个结界的概念，然后走进了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仪式的空间。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展场做成一个像一个巫女的一个立体书的一个呈现。那因为我们本身在那时候办展览的时候也办了一个妖怪游行，那我们有做了一个大型的装置，就把里面的树精树妖的概念做成大家中间所看到的那个妖怪的一个巨型的装置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在上面感受到就是所谓的树精之间跟树林之间它怎么样跟自然对话的一个部分。好，下一张。好，那我刚提到的屋形的部分，就是我等一下先放一下那个的影片，请先放下一张的影片。好，那我刚给大家看这个影片，我们叫屋形。那其实这个影片呢，是我们刚看到那个大869的一个山坡上，大家可以看到影片。那这个影片其实是用一种算是一种技术叫 iFlyover 的一个技术，就是它其实是台湾的国网中心它开发是要来做防灾用的，就是台湾的用空拍图，还有所谓的算卫星，然后去定位，然后看台湾的一个形态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妖怪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企图是希望想要做一个台湾妖怪地图这样子。然后因为巫女这个小说，它其实是小巫师飞行的一个方式去穿越在台湾的山林里面，然后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妖怪的形象，比如说会有特定的妖怪会有所谓的地域性特性，比如说山上妖怪，大家可以看到所谓摩西娜的这个妖怪，然后会出现在哪里，然后它跟所谓的小巫女所谓的对话的部分，然后让大家清楚去知道台湾的妖怪的一个分布，还有它的特性。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好，那我们就是在做跨界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2个部分就是文学文本怎么跟情境设计的一个跨界。我们主要是用甘耀明的小说那个水鬼学校这个概念去处理这样子。其实，在台湾的早期的一个所谓鬼故事發生的地方，学校是一个还蛮有场景的部分。那水鬼学校是甘耀明刚刚我说过创作一个小说，就是一群调皮的小孩不小心把新来的同事害死，然后他们就把水獭养起来，就把它当成是死去的同学这样子，然后还要教他念书，然后就创了一个水鬼学校。然后那到底水鬼学校其实大家也没有看过，那我们后来有跟甘耀老师讨论过，就是说其实也许在所谓的水鬼学校是所谓的水鬼的世界跟我们水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所以是倒影的概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走进去展场的时候，整个
桌椅是吊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夜深了，上课了这样子。那其实就像刚刚馆长讲的所谓的逢魔之时，就是所谓的黄昏，或者是大家知道那种所谓交界之处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这种特性。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布告栏里面也有提到很多有跟水有关的一个传说，还有水鬼的部分，可是它都是贴反的这样子。好，再下一个。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所谓的情境的设计，然后还有跟一些所谓的新媒体的设计，文本什么结合。那我们在讲是文本跟影像的结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缩腰的部分。那缩腰部分它其实是它本来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的一个小说，那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桌游这样子。那它讲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缩腰的仪式。其实每个台湾的都有所谓的同学围在一起，然后说鬼故事的接力故事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把这种所谓的各自的代表的人物，让他讲各自的不同的故事，比如说讲鸭高的故事啊，或是讲类似比如说像蛇郎君的故事，然后大家透过那种呢喃的感觉，还有这种所谓的祭台的设计，把它呈现出来。好，下一张。好，那第二个所谓的我们文本跟影像的一个呈现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佐藤春夫的《女街善奇谈》。那我们就是影像录像师陈飞豪先生，他就是把他那个过程，把它用念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好，那我想说给大家再听一下就好。回到 PPT，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听到的弹奏的部分，它其实就是我们台湾传统念歌。那这种民间的一个传说的部分，我们很多会用这种念歌的方式来呈现。那刚刚有听到一个蛮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阿内利卡哈布哈金来，就是这是佐藤春夫的《女街善奇谈》很重要的。他们从头到尾那2个主角都没有看到鬼，可是他们就会听到这句话。那是一个台湾第一次写这种所谓的恐怖文学的只闻其声不闻其人的一个算是特别的一个写作方式。好，下一页。好，那我们还讲到所谓的文学怎么样跟所谓的雕塑创作结合在一起。那这个从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叫做陆沙蛾，那它其实也是从古书来，就是说台湾沿海可能有一只从海上来的一个鲨鱼，然后头是这个鹿。那涂培正老师他们就把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把它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兽跟这个这个巨兽跟这个大巨人呢，做一个所谓的打斗的一个遗迹，然后创造在那个空中的户外的一个展区这样子，然后也形成一个话题这样。好，下一页。好，那其实在我们认为说妖怪啊，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文化的反映，也是一种本身人的内心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算是一种内政反射这样子。那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人的文化。那我们台湾现在就是鬼怪文学，它利用这种所谓现代科技。其实虽然这个展已经是去年的展，可是它现在过了，在今年之后，其实发现台湾有越来越多这种利用所谓的文学 IP 的东西去做一些创作，然后可以跟当代艺术做结合，或者是一些跨界的东西，然后让文学呢更加亲民。其实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目标。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下面有这个所谓的妖气都市的一个3D 的一个空间，可以看得更清楚。好，那我们今天的算是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现在就进入一个所谓的问答环节。那么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要交流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留言，那么我们这边会代为传达这样子。所以我就是特别想要问这个嘉玲老师，就是如果我们像你们台湾文学馆，就是以文学出发，跟其他的艺术领域去合作，甚至跨越这个科技啊、动漫啊、游戏这样跨领域的这种跨技术的这种合作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
因为其实这种跨界它有本身不同的领域，像我们文学馆就是以文学为主，那刚刚有提到的空总，它其实是做当代艺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策展的团队，它其实有3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文本的，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的承办人，算是主持人是肖像权先生。那我们那时候展览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会用一种所谓的一直所谓的不停的讨论会的，有点像读书会的方式，因为其实，在台湾就是如果以艺术来说，文学是8大艺术之首，所以我们那时候处理的方式是，我们先去研究文本，我们就是先让无论是他本身是当代艺术家，他都必须要先去了解，先看过那个文本，然后再去从文本去做他本身的艺术的一个延伸。比如说大家有看到陈飞豪先生他所做的那个录像艺术，他就必须要先去把《女界三侠全》看过一遍。那我们甚至还会找作者，就是所谓的作家，就是比如说把带他来跟我们做对谈，然后他去阐述一下原本他的小说里面的东西，因为小说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每个人想象都不一样，然后跟当代艺术创作者做所谓的对谈的方式，然后彼此之间可以找到他们所谓的共鸣点，这种才是一种跨界的合作的方式。对。那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其实对于开拓文学市场的新观众，肯定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对吧？那这方面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期中的效果呢？如果马来西亚朋友的话，我可能在这边说明一下，我们台湾文学馆其实是在台南，然后台湾的文化的比较重要的重镇都是在台北。那我们后来为什么会跟所谓的空总合作，是因为他们地点是在台北。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推一些所谓的文学或文化的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吃亏点地点的关系。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而且我们这次跟空总的合作，其实他刚好我们也是在去年选在7月的时候办理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其实有引起一些话题。那因为其实我在文学馆工作也蛮久的，那我其实一开始来文学馆的时候就会想要做这个有关于妖怪文学的议题，可是其实如果在10年前做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接受度是不够，因为他觉得说比较属于迷信啊，或者是怪力乱神的东西。那台湾就是大概就听馆长说，他2010年之后开始有一些妖怪鬼怪的一些探讨，跟还有一些影视文学的出现，其实就是彼此之间有相辅相成。那我们现在就是台湾的文化单位，就是有一个叫文策院的单位，他们其实在我们办完这个展之后，他们也开始想要把台湾的这个妖怪的部分做一个台湾 IP， 到底什么是台湾的文化的特色？他们觉得妖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他们会想用这个东西再去找，比如说发展一些影视的，那甚至也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介绍有关于像动漫，就是越来越多漫画家他会想要投入这个议题，然后再去做新的创作，那甚至就是再去挖掘新的鬼怪的议题，比如说像台湾的澎湖，它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妖怪，只是没有被记录起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有引起蛮大的回响。那我们甚至文学馆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算是个鬼怪文学的资料库，就是把所有台湾的东西鬼怪的议题全部纳到那个资料库。那台湾有兴趣写作的或是做艺术创作的朋友，他就可以去上面找素材来重新再发展这样子。是，这就回答了我们其中一个观众有这个就是会不会有助长迷信的争议这个部分，所以像刚才就有提起这就有更多的这些收集资料啊、讨论啊、文献去支持这个发展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位观众就问，请问以上2场特展的举办之前、期间和之后，有没有举办任何祭拜或者民俗仪式以求顺利？这就可能像刚才馆长说到的，就是那个乖乖嘛，对，就是要那个听话，我们就放一包乖乖的。对，我先讲一下好了，就是台湾文学馆是一个100年建筑，所以你知道那种100年的房子都有很多鬼故事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展的时候啊，我其实是有去附近的庙里面先去拜拜，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跨的是农历7月，所以
刚好今天是我们台湾普渡啊，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普渡这个，有，对，然后我们就有普渡的时候那一年普渡有稍微弄得丰富一点，请我们的好兄弟来吃饭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在台北空总的时候，它那个空间其实就是如果以民俗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废墟，因为它其实是在一个台湾的台北的市中心的一个空军总部已经迁走的一个单位，所以它已经荒废20年，所以它有更多所谓的荒废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办这个展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另外一个策展的老师叫做龚卓君老师，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后来我们就有请了叫做跳钟馗，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习俗，就是所谓的除煞就是禀报跟除煞的，也就是钟馗就是他是大家如果知道在中国他就是个鬼王这样子，然后请他把一些好兄弟就是带去比较我们所谓的结界的地方，让他们安居这样子。其实还是有啦，我们其实我觉得说我们相信的是人的内心，你的到底是，我觉得鬼怪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向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无论是文化里面或者是法律或者是社会制度，它其实就是需要人导向一个正向的地方这样子。是。那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观众就问哦，鬼怪传说都是依据当时时事和环境，那么当代人还能理解旧时代人的恐怖吗？代沟会否成为读者造成文学疲惫呢 ？OK， 好，就是这个我就呼吁一下那个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恐惧这件事情啊，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有科学之后，好像对于旧时代的恐惧就会减少，其实也不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我们自己时代的恐惧。我讲一个例子好，就是我们在做那个空总，就是在做妖气都市那个展的时候，那个主视觉，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也画一个所谓的算是一个千手观音这个概念，然后他其实他手上拿的都是人恐惧的东西。其实我们也画了一个就是核能的标志，还有一个麦克风，其实它就是核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恐惧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我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知道哥吉拉也是一种恐惧，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日本对于所谓的它也就是这种妖怪，它其实就是对于核灾的恐惧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个时代都有要处理自己恐惧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当代人会不会了解之前人的恐惧，比如说女性啊，或者那些，其实虽然说进入现代化说，其实我们有新的恐惧，所以我觉得那个恐惧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当代或者是旧时代人，其实我们面对恐惧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需要有排解的方式。所以其实鬼怪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说的那种理解恐惧这件事情应该是没什么代沟。可是我觉得可是会有个地方提一个东西，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讲比如说猫鬼这个东西好了，就是说觉得猫它就是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就是觉得现在猫已经不害怕了嘛？可是它是不是会造成一种代沟或什么，或者是这种疲惫？我觉得是说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故事。那其实这种所谓的文学的疲态化，我觉得我们是想说利用这些故事，它其实是增加人类的想象空间，就是说。我们台湾话会把鬼怪文学这个概念，把它发展成所谓的奇幻文学。那甚至就是大家看到魔戒啊，魔戒它也是一种奇幻文学，它其实就是让人类可以进入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发展性可能会让人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这样子。对。那其实有回答到那个问题啊。所以你本身在推广这个鬼怪文学的这路上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回馈啊？就是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展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刚开始我会蛮担心说，就是年轻人不会，就是都是年轻人。我们台湾现在是因为有鬼怪的这种所谓的热潮这样子，然后老人家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可以去碰这个议题？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文学馆开展，或者甚至在空总的时候，妖气都市的时候，我们发现有
所谓的老人家会带小孩子去看那个展，然后他会自己用他自己传说的方式去告诉年轻人那个告诉小朋友那个故事，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听到版本都不一样，其实就是它就是会变成是一个共同的话题，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我就是它有超出我的预期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大家没有那么怕这个东西，那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跟馆长有讨论过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是用文学的角度去看人这件事，看人的内心的事情，所以不会想要说到底相不相信，我觉得就是到底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大的重点，而重点是我们内心在的部分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人相信就是相信啊，不相信我们也不会觉得要强迫他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有观众朋友好奇，所以疫情之后的世界，推广文学可能就是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或者它可能是一个更开放的契机。就文学馆本身对于这个价值和意义的衡量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OK， 其实我们文学馆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现在都有受到疫情，包括马来西亚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展览的，就是因为其实展览是我们对外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窗口。那因为疫情关系，观众就不能来我们文学馆。那甚至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些合作的单位不能，比如说就不能去马来西亚，或者是不能去日本，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可能会发展新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线上的概念。那我们然后再来就第二个部分，我们希望说，我们可能会透过所谓的资料库，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可能就是类似建立资料库的方式，或者是甚至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会想要把它做成像一个工具箱，就是它或者是像一个比较简单的展，就是我们现在在跟日本那边谈合作，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展览的文字，然后把它书写好了之后，然后其实他就他们对方就收到一个档案，他们只要把它输出，就可以在日本那边展出。那我们甚至可以就是用远端的方式，比如说开幕这件事情，或甚至就是我们甚至比如说展览的翻译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尽量的，就是把台湾文学的地方尽量用外译的方式翻译，比如说像主要是日语的部分，像八代老师的那一本《巫女》，它已经有被翻成的日文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未来，比如说会让它慢慢的，比如说进入像英文啊，或者是甚至有俄文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就是文学的翻译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文学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主讲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台湾妖怪文学的这个思路。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到他们的网页去看一看，因为我同事们会在这个脸书上面分享这个网页，也非常期待台湾文学馆可以就是把这个资料库弄得更齐全，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那个参考，可以就是参与。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我们的主讲人，也谢谢大家的时间，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